2026年1月，洛克希德马丁向美国海军交付了第350架 MH602 罗密欧多用途直升机，它的机队总飞行小时突破100万，生产线排到了2050年，单价4290万美元，年产量常年保持在20架以上。350架的规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仅 MH602 一个型号的机队就超过了俄罗斯所有型号舰载直升机的总和。这不是偶然，这是一个持续了60多年从未中断的工业奇迹。这架10吨级的海洋猎手凭什么让美国海军倾注如此巨大的资源？它的传感器能在上百海里外听到潜艇的呼吸，它的武器能在敌方导弹发射前将其连根拔起，它的机队规模每年还在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它的老对手俄罗斯的舰载直升机又在哪里？卡27是半个世纪前的设计，卡31全球服役不到20架，寄予厚望的卡65拖延了近20年，迟迟无法定型。两国海军在航空反潜能力上的真实差距根本不在于谁飞得更快，谁打得更多，而是有无能力和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海洋猎杀体系。今天咱们就把 MH602 骑上台，看看它如何从一艘陆战直升机的坯子一步步打造成了全球最深不可测的反潜反舰利器。讲海鹰之前，得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曾任驱逐舰舰长的美国海军退役上校托马斯·劳伦斯曾在回忆录里记录过这样一个细节：20世纪90年代，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一艘美军驱逐舰在波斯湾独自航行，声纳屏幕上一个微弱的信号一闪而过，值班军官以为是鱼群，没当回事儿。第二天，伊朗革命卫队公布了一段视频，一艘伊朗鲸鱼级微型潜艇从那艘驱逐舰下方不到5米处无声划过，潜望镜已经拍到了整艘军舰的底部编号。从那以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轻视过任何水下信号。海洋太深了，潜艇又太安静了，漏掉一个风波，代价可能是整条船所有人的生命。这个故事的结局与我们的主角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大洋深处数百米的水下，永远藏着对手最不容易发现的杀器，而要用一艘直升机去应对它，靠的不是运气，是让这套海洋猎杀系统进化了半个世纪的工业沉淀。MH602 的诞生可以说是美国航空工业为打一场非对称水下战争交出的最优解。它脱胎于 UH-60 黑鹰，那个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运送过上百名伤员的传奇平台。但海鹰的进化比它的陆军兄弟走得更远，折叠旋翼和尾翼之后，它的占地面积降到了原来的1/3。在航母的机库里，它与 F-35C 和 E-2D 共享着寸土寸金的甲板。它的起落架经过加高和强化，能承受着舰时的猛烈冲击。它的全身都做了抗海洋盐雾腐蚀处理，在咸湿的大洋空气中，这架直升机的设计寿命远超过了常规机型。但以上这些都只是它的骨架，它不是一架单纯的直升机，它是一个集探测、追踪、攻击于一体的移动猎杀平台。首先看探针 AN/AQSIR 低频可调声纳系统，它通过机身尾部的独立舱门投放至水中，利用低频声波在数百米水深中的无损传播能力，远距离接收敌潜艇螺旋桨、通气管甚至潜望镜的微弱回声。然后看鹰眼 AN/APS-147 多模雷达，它的广域搜索模式能同时追踪上百个海面目标，其逆合成孔径雷达模式甚至能以极高精度测绘出敌舰的轮廓和特征，相当于在空中悬着一具军用级显微镜，去扫描高速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再结合电子战支援系统的被动侦测能力，海鹰无需开启大功率雷达，就能像猎豹贴近草地般悄然锁定猎物。最后是利爪，4枚地狱火导弹挂载在机腹两侧，打击小型快艇，一发入魂。AGM-114 地狱火的战斗部足以将数米长的快艇炸成碎片。未来还有挪威康斯伯格的 NSM 海军打击导弹，一发可以摧毁一艘2000吨级的水面战舰，这才是真正的不对称打击。用10吨级的直升机去打驱逐舰级别的目标。MH602 共有2种主力型号，一个是反潜反舰为主的罗密欧，一个是多用途运输搜救的骑士鹰。2位海鹰兄弟搭配干活，实现了从水下防线到海面防御，再到舰间运输、战斗搜救的全覆盖，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海上猎杀体系。MH602 最厉害的发明是能让海鹰在6级海况下安全降落在驱逐舰后甲板的雄颈系统。这套技术其实是从越南战争开始一代代技术改良淘汰的产物。今天海鹰使用的钢缆式激流系统，能在舰艇以极高摇摆角和横摇角剧烈起伏的状态下，将机身和甲板临时锁合。它不是用绳子绑住直升机，
而是通过一段重型减震钢缆的伸缩和定力绞盘的配合，在舰体和海鹰之间建立起一条柔性而又绝对安全的力线。哪怕舰艇甲板在波浪中忽高忽低，海鹰的起落架也不会脱离甲板。这根本不是在考验飞行员的反应，而是在拿航母和这艘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直升机在赌命。MH602 的另一个奇迹是它的开放式架构。2025年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美国海军正式提交了一份价值数亿美元的升级合同，旨在为 MH602 更换下一代处理器和 AI 任务系统。如果换成传统军机，换一次计算机就要换一次全机总线，接下来就是机库地面测试、电磁兼容性测试，耗时5年起步。但海鹰是开放的，它的航电系统软件接口遵循通用标准，任何厂商只要符合标准，都能把自己的模块装上去。美国海军在 MH602 刚刚批量服役的年代就预留了这些端口。今天换一次处理器，明年换一次声纳，10年后还是同一条生产线，这更支撑了海鹰机队全球部署的无缝协同。北约10几个国家用着完全相同的操作系统，战场数据和威胁频谱的更新只需要一个补丁。对于卡27和卡31的机组而言，背后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在支撑。俄罗斯的舰载直升机更新往往连兼容近年新型反舰导弹的接口都没有，更不用说一个可不断迭代的生态，这就是体系上的碾压。俄罗斯的舰载直升机至今仍被卡27和卡31垄断。卡27是1974年首飞的，满打满算已经飞了半个多世纪。它搭载的章鱼搜索瞄准系统技术水平尚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探测距离有限，声纳信号处理方式固化，面对现代低噪音潜艇，卡27几乎无法远距离定位目标。更致命的是它的共轴反转双旋翼气动布局，虽然节省了舰上占地，但重心过高，极易导致桨叶在恶劣海况下打架。卡52在低空飞行时就曾多次因高桨共振发生重大事故，甚至造成过陆军航空兵司令阵亡。在高海况环境中的舰载起降变成了飞行员的噩梦。况且卡27即便服役了近50年，俄罗斯海军真正具备完整反潜作战能力的数量也只有区区数十架。开战后，其黑海舰队损失惨重，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前，唯一的防空依托就是舰载卡31预警直升机和卡27反潜直升机。舰上仅有的一架卡27与舰同沉。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近半数舰载直升机，这正是断代带来的后果。没有足够的备件、工厂产能和飞行员的后备梯队，平时还能勉强运营一支老旧机队，一旦进入战时就迅速被拖垮。美国海军的 MH602 机队有350架，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数十架的速度增长。西科斯基的生产线已经在准备向2050年迈进，到时候所有的传感器、航电甚至动力系统早就翻新了好几代，但飞机的机身编号始终没改，这就是持续投入带来掌控力的优势。而俄罗斯早在1991年就启动了新一代重型舰载直升机项目。1990年，为了给苏联新一代航母配套，卡莫夫设计局推出了一款代号重型舰载多用途直升机的原型机。起初的设计起飞重量飙升到超过15吨，甚至准备采用共轴刚性高速旋翼系统。时过境迁，苏联轰然解体，这场追赶美国的设计潮流戛然而止，这个项目就一直搁置了近30年。直到2014年，七塞满卡65项目才正式重启。然而，根据阿米2020论坛上披露的设计图，卡65的大部分气动布局和航电架构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自卡27。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依然停留在工厂模型阶段。公开资料中，卡65的机载雷达和声纳选型至今模糊不清。按照俄罗斯直升机制造产业的现实产能推算，卡65要到2032年以后才有机会实现批量列装。那一年，美国海军 MH602 的迭代型号恐怕已经服役了。一个项目的断档会把一代海军航空兵拖垮，很遗憾，俄罗斯就是那个活生生的例子。说了这么多硬参数，海鹰在真实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们把目光拉到2026年5月的霍尔木兹海峡。2026年5月3日，美国总统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派遣武装部队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水汽弥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已对该海峡实施了实质性封锁，多艘西方商船被扣押。次日，几艘小型攻击快艇向船队高速逼近，部署在附近的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和美国海军 MH-60S 海鹰舰载直升机紧急升空。这就像两组空中狼群编队在低空配合，
海鹰依靠其先进传感器套件，在第一时间锁定了全部水面目标，在 F-35和预警机的持续引导下，攻击指令瞬间下达。AGM-114 地狱火导弹拖着白烟钻入快艇上层建筑，30毫米机炮弹链紧随其后扫视甲板。6艘载满弹药和武装人员的高速快艇在强火力压制下沉入波斯湾。另有一架伊朗无人机被彻底干扰后坠海。霍尔木兹海峡上的商船编队再无阻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钱英表示，我们在这条海峡及周边地区集中了巨大能力和火力。海鹰在这条号称石油咽喉的国际航道上，向世界展示了它的猎杀神话。无论对手将武装船只做得多么小型化，如何利用岛屿掩护发起突袭，一旦进入海鹰的探测圈和火力覆盖范围，等待他们的只有沉入海底的命运。海鹰的另一个王牌是持续打击的产能优势。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共享着美国海军航空兵最稳定的采购合同，年产量从未低于10位数。2025年至2026年，洛马交付的第350架 MH602 飞行时间突破100万小时大关。今后每年还有10几架海鹰从生产线上下线，英澳等关键盟友的海上舰队也纷纷将它编入核心反潜平台。印度、希腊、韩国、丹麦都在使用海鹰执行反潜警戒和专属经济区巡逻任务。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0多个国家采购或意向采购了 MH60 系列。它是一架直升机，更是一个遍布全球的通用作战网络节点。而俄罗斯方面，即使年产量最高的卡52也难以超过2位数。2023年仅有可怜的15架，甚至连供应自身前线损失都颇为吃力。在严厉的经济制裁和高科技产品进口封锁下，俄罗斯新型直升机所需的复合材料和电子元件大量依赖进口，热成像瞄准吊舱、数据链模块以及飞控计算机等核心部件均遭遇了供应链缺位的困扰。俄军目前唯一的舰载武装直升机型号是卡 52K， 它目前仅配备给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产能极其有限。一架无法快速补充的直升机损失的不仅是数量，更是一整个航空兵序列迭代更新的权利。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350架 MH602 对不到20架卡 52K 和几十架卡27，这不是战力的几倍碾压，而是几十倍的断崖式碾压。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航母打击群为什么永远离不开海鹰的庇护？答案很简单，它不是一架飞机，它是一个移动的信息节点，是活的海上传感器网络，是舰队在整个潜艇和水面威胁靠近之前的触角。俄罗斯的卡27飞起来噪音极高，卡65、1157、卡52连年产量个位数，而短短几年 MH60 系列就成立了第350架总交付机队。印度洋驱离过伊朗潜艇，黑海追踪过俄军潜艇，这就是美国持续投入的终极回报。只有当美国工业体系的无缝迭代，才足以支撑长达半个世纪的反潜神话。当大洋深处漆黑的水下藏着不安分的暗流，当敌方快艇在拥挤的国际航道上蠢蠢欲动，海鹰永远会率先出现在危险的最前沿，用传感器替代身后的航母先探出那只脚，用鱼雷和导弹替全体船员撑开那具钢铁保护伞。他从不犹豫，从不后退。这场关于 MH602 海鹰直升机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各位觉得未来 AI 无人舰载机全面铺开后，有人驾驶的 MH602 是否会被完全替代？在核潜艇威胁越来越向无人化、智能化发展的今天，海鹰的下一个破局点又会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3连。咱们评论区继续，下期再见。